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给大家讲一个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故事，是关于一位北京高干千金的经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有时候生命中最大的转折，往往来自于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和人物。我认识的这位女孩，我们就叫她小姚吧。小姚从小在北京城长大，父母都是央企的高层管理人员，家境优越，从小就是别人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，优秀的成绩单，流利的外语能力，得体的举止谈吐，简直就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公主。大学毕业后，小姚进入了一家知名跨国企业，年薪100万不是梦。在职场上，她同样光芒四射，而就在她28岁那年，她遇到了自己的命中注定。至少当时他是这么认为的。那个男生叫阿杰，是某部委的公务员，家世也不错，人又帅又有才华，简直就是别人眼中的别人家的儿子。两人一见钟情，很快就坠入爱河。小姚觉得自己找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，恨不得马上就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他。丽姐，我觉得他就是我的真命天子。小姚曾经兴奋地对我说，眼睛闪闪发亮。那时的小姚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光芒，让我这个过来人都为她感到高兴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啊。去年冬天，小姚和阿杰的恋情已经持续了2年多，两人的感情稳定，家长也都见过面了，大家都在期待着他们的婚礼。小姚开始筹备婚礼的事宜，她想给阿杰一个惊喜，就没有告诉他自己准备在他生日那天向他求婚。就在阿杰生日的前1周，小姚提前下班去给他准备生日惊喜。她先去珠宝店取了定制的对戒，又买了一大束他最喜欢的蓝色绣球花。心满意足地拎着礼物，小姚决定去阿杰的公寓等他下班。虽然阿杰没给他钥匙，但是小姚知道密码。他轻手轻脚地开了门，想给阿杰一个惊喜，谁知道惊喜变成了惊吓。啊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一个女人的尖叫声从卧室传来，小姚愣在原地，手中的花束掉在了地上。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更不敢相信接下来看到的一切。卧室门打开，阿杰只穿着睡裤，一脸慌张地站在门口。小姚，你怎么来了？小姚浑身发抖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我可以解释。阿杰支支吾吾，但眼神闪烁，根本不敢直视小姚的眼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阿杰衬衫的女人从卧室走了出来。令小姚更崩溃的是，这个女人她认识，是阿杰办公室的同事，之前小姚还和她一起吃过饭。你们在一起多久了？小姚强忍着泪水问道。小姚，你听我解释多久了？小姚声音提高了几分贝。半年了，女人低着头回答。半年，小姚只觉得眼前一黑，整个世界都在旋转。半年前，阿杰还带她回家见了父母，两家人都很满意，还在讨论婚期的事情。小姚，我们阿杰试图解释，但话还没说完，小姚已经掏出了那对戒指，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脸上。我真是瞎了眼，居然相信你是真心的。小姚转身就跑，眼泪模糊了他的视线，但他只想快点逃离这个地方，逃离这个刺痛他心脏的现实。那天晚上，小姚喝得烂醉，给我打了电话，断断续续地讲述了这一切。我心疼坏了，立马赶过去陪他。丽姐，我该怎么办？我的世界都崩塌了。小姚抱着我嚎啕大哭，我抱着他，感受着他身体的颤抖，心里又气又疼。没事的，小姚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是他配不上你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姚就像变了一个人。这个一向自信、光彩照人的姑娘，整日把自己关在屋里，不吃不喝，电话也不接。阿杰不断打电话，发信息道歉，说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求他原谅。但小姚已经心如死灰，删除了所有联系方式，彻底切断了和他的一切联系。丽姐，我感觉自己好蠢，为什么我会这么轻易相信一个男人？为什么我会觉得我找到了真爱？小姚无数次这样问我，我知道此时的他需要的不是道理，而是时间和空间来治愈自己。小姚，你需要换个环境散散心。我建议到去一个全新的地方，让自己重新开始。正好小姚的公司有个台湾分部需要人手，我就建议他申请调动。没想到小姚真的听了我的建议，很快就办好了手续，准备前往台北工作1年。丽姐，
我需要离开这座城市，离开这些回忆。临行前，小瑶对我说，眼神中充满了决心。我支持她的决定，有时候逃离确实是自救的一种方式。就这样，小瑶带着满身伤痕，踏上了前往台北的飞机。她告诉我，她要在台湾重新找回自己，不再为那段感情所困扰。刚到台北的那段时间，小瑶每天都会给我发些当地的照片和见闻。台北的生活节奏没有北京那么快，人们更加注重生活品质。小瑶住在一个靠近阳明山的小区，环境优美，生活便利，她的工作也很顺利。台湾的同事们都很热情，常常带她去吃当地美食，参加各种活动。小瑶开始学习闽南语，融入当地生活，看起来她正在慢慢恢复，但我知道她的内心深处那道伤口还没有真正愈合。每当夜深人静，她还是会想起过去，想起那段刻骨铭心的感情，然后辗转难眠。丽姐，我表面上看起来没事，但我心里真的很痛。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再信任一个人了。小瑶在视频通话中对我坦白，我理解她的感受，背叛的伤害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抹去的。小瑶，给自己时间，慢慢来，不要急。我只能这样安慰她。没想到，命运的转折点很快就来了，而且是以一种谁都没有预料到的方式。那是小瑶来台北3个月后的一个凌晨。他突然高烧到40度，全身无力，头痛欲裂。同事发现后，马上叫了救护车，把他送到了台大医院急诊。在急诊室里，小瑶迷迷糊糊地看到一位医生正在给他检查。即使在高烧的状态下，他也注意到这位医生的眼神特别温柔，充满关怀。别怕，我会照顾好你的，那位医生说。简单的一句话，却让久违的安全感包围了小瑶。检查结果显示，小瑶得了重度肺炎，需要立即住院治疗。在接下来的几天里，那位叫林医师的主治医生每天都会来查房，耐心地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，细心地关照他的一切需求。小瑶发现，台湾的医疗服务和他想象中的大不相同。虽然台湾的医院没有北京3甲医院那么气派的大楼和先进的设备，但医护人员的专业素养和人文关怀却让他倍感温暖。林医师，我以前以为台湾的医疗条件比不上大陆，现在才知道是我孤陋寡闻了。小瑶有一天忍不住说道。林医师笑了笑，其实台湾的医疗技术在很多领域都是世界领先的，特别是在精密手术和病人照护方面，我们更注重医患关系和人性化服务，不仅仅是治疗疾病，还要照顾病人的心理需求。确实，我在这里住院，感觉自己不只是一个病号，而是被尊重和关心的个体。小瑶由衷地说，这就是我们的理念，视病如亲。林医师温和地回答，对了，你的肺炎已经好转了不少，但我注意到你的心理状态似乎不太好，如果有什么困扰，可以跟我谈谈。有时候，心理问题对身体的影响比病菌还大。小瑶愣住了，她没想到一个医生能够如此敏锐地察觉到她的内心世界。在这个陌生又熟悉的城市，面对这个关切的医生，小瑶突然感到一股倾诉的冲动。她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将自己的故事告诉了林医师，关于那段被背叛的感情，关于自己如何逃到台湾寻求新生，以及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阴影。林医师静静地听完，然后说了一句话，这句话后来彻底改变了小瑶的人生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们遇到的最大伤害，其实是为了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。简单的一句话，却如同一道光，照进了小瑶阴暗已久的心房。更好的自己。小瑶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。是的，林医师点点头。很多人被伤害后，只看到了失去的东西，却忽略了这个过程中自己获得的成长和力量。你离开舒适区，独自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这已经证明了你的勇气。你不是逃避，而是在寻找新的可能性。这番话犹如当头棒喝，让小瑶茅塞顿开。是啊，她一直把自己定义为被背叛的受害者，却没有意识到，正是这段经历让她有机会重新认识自己，发现自己内心的力量。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，小瑶感叹道。那现在开始想吧，林医师微笑着说。你已经证明自己足够坚强，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不再让过去的阴影遮蔽你的未来。就是这样一段看似普通的对话，却深深地触动了小瑶。从那天起，她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不再沉浸在自怨自艾中，
而是积极面对生活的每一天。出院后，小姚主动联系了林医师，请他吃饭，表示感谢。一顿饭之后，两人发现彼此有很多共同话题和兴趣爱好。林医师不仅医术精湛，还是个对生活充满热情的人，喜欢音乐、旅行和摄影。我没想到医生也可以这么有趣。小姚由衷的感叹，医生首先是人，然后才是医生。林医师笑着回应，只有热爱生活的人，才能更好地帮助别人热爱生活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林医师成了小姚在台北最好的朋友。他带他去了很多本地人才知道的地方，让他看到了台湾不同于旅游景点的另一面。小姚渐渐发现，台湾与大陆虽然在很多方面有差异，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和温暖是相通的。他也意识到自己之前对台湾的很多认知都是片面的。以前我觉得台湾医疗技术落后，现在才知道台湾在很多医疗领域其实是领先的。小姚有一次对林医师说，林医师笑了笑，这就是为什么亲身体验很重要。很多时候，我们对彼此的认识都来自于道听途说，而不是自己的经历。小姚深以为然，在工作中，他也越来越适应台北的节奏和方式。他发现台湾的职场文化更加注重团队协作和个人创意，虽然没有大陆那么高的薪资水平，但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更好。在北京的时候，我总是加班到深夜，周末也经常被工作占据，但在这里，大家下班后真的是属于自己的时间，可以好好享受生活。小姚对我说，我听得出来，他的语气里已经没有了最初的那种痛苦和迷茫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新的从容和喜悦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每天都会去海边跑步，看着日出，我从来不知道自己可以过这样的生活。小姚在一次视频通话中兴奋地告诉我，我为他感到高兴，看来台湾的生活很适合你。是的，而且小姚犹豫了一下，脸上泛起微微的红晕。我觉得我可能喜欢上林医师了。哦，那位救了你的主治医师。我挑了挑眉毛，心里已经有了猜测。他真的是个很特别的人。他不仅医术高超，还很有生活智慧，对待病人和朋友都特别用心。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。小姚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。那他对你有意思吗？我直接问道。小姚犹豫了一下。我不确定我们现在是很好的朋友，经常一起出去玩，但他从来没有表示过什么，也许他只是把我当朋友吧。我笑了笑，你这个聪明的姑娘，在感情方面怎么这么迟钝？一个男医生会花这么多时间陪一个普通的浅病人？小姚被我说的脸更红了。丽姐，你别瞎说，他可能就是这样热心的人。好吧，那就再观察观察。我没有继续揭穿他的小心思。不过，你确定自己已经准备好开始新的感情了吗？小姚沉思了一会儿，我想是的。林医师让我明白，过去的伤痛不应该成为我拒绝新幸福的理由。我已经不再为阿杰的背叛而痛苦了。现在的我更加珍惜自己，也更懂得如何去爱和被爱。听到他这番话，我真的很欣慰。这个曾经因为感情创伤而几乎崩溃的姑娘，现在已经重新站起来，变得更加成熟和坚强。那就大胆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吧，小姚，你值得拥有最好的爱情。我由衷地祝福他。小姚听了我的话，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丽姐，你说的对，我不该被过去的阴影束缚，但我还是有些犹豫，害怕再次受伤。我理解他的顾虑，毕竟经历过一次心碎，再想敞开心扉，确实需要勇气。小姚，感情这事儿从来都是有风险的，问问自己的心，如果不去尝试，日后会不会后悔？我会好好想想的。小姚说完，匆匆结束了视频通话，因为他约了林医师一起去淡水看日落。接下来的几周，小姚很少联系我，我猜他正忙着自己的感情探索。直到1个月后的深夜，我突然收到他的视频通话请求，一接通，我就看到小姚满脸泪水，看起来刚刚经历了一场痛哭。丽姐，我搞砸了，她抽泣着说。怎么了？和林医师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焦急地问。原来那天晚上，林医师带小姚去了一家很有名的海边餐厅，在美食和美景的烘托下，气氛变得格外浪漫。饭后，两人散步在海边，
林医师突然握住了小瑶的手。小瑶，我有话想对你说。林医师认真地看着她的眼睛，小瑶的心跳加速，她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我喜欢你，从你住院的时候，我就被你的坚强和勇敢吸引了。林医师真诚地表白，这段时间的相处让我确定，你就是我想共度余生的人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表白，小瑶本应该感到欣喜若狂，但一种莫名的恐惧突然涌上心头。阿杰背叛他的画面再次浮现在眼前，那种撕心裂肺的痛再次钻进他的心里。我不知道小瑶语无伦次，我需要时间思考。说完，他转身就跑，留下林医师一个人站在海边，愕然不已。丽姐，我真的好蠢，我明明喜欢他，为什么当他表白的时候，我却吓得逃跑了？小瑶懊恼地对我说。我叹了口气，小瑶，你不是蠢，你是害怕。害怕再次付出真心，却换来伤害，这很正常，但你不能让过去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你。那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他一定觉得我在拒绝他，主动联系他，坦诚地告诉他你的感受和顾虑。我建议道，一段真正的感情需要双方的理解和包容，如果他真的爱你，会理解你的。小瑶点点头，我明白了，丽姐，我会鼓起勇气跟他说清楚的。挂断电话后，我一直忐忑不安，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。直到第二天下午，小瑶发来一条消息，丽姐，我们谈好了。她说她愿意给我时间和空间，不会催促我。她太好了。看到这条消息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看来林医师确实是个懂得尊重和理解的好男人。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林医师展现出了非凡的耐心和体贴。他没有因为小瑶的犹豫而退缩，而是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真心。他们的关系回到了朋友状态，但彼此都知道这只是暂时的。小瑶也开始主动了解林医师的世界，她去医院做志愿者，亲眼见证了台湾医疗系统的高效和人性化。他发现，虽然台湾的医院在硬件设施上可能不如北京的顶级3甲医院那么豪华，但在医疗服务质量和患者体验方面却做得非常出色。林医师，我一直不理解，为什么台湾的医疗技术这么发达，却很少在大陆宣传？小瑶有一次问道。林医师笑了笑，可能是因为我们注重的点不同吧，我们更强调医患关系和服务品质，而不是单纯追求设备的先进和规模的庞大。其实台湾在肝脏移植、心脏手术等多个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，只是我们比较低调，不太擅长宣传自己。小瑶若有所思，确实，在北京的大医院，医生总是很忙，看病时间很短，病人往往感觉自己只是一个流水线上的产品，但在这里，我感受到了真正的关怀，这就是我选择做医生的初衷。林医师眼神温柔，治愈疾病是我们的职责，但关心人心的健康同样重要。就这样，在林医师的耐心陪伴下，小瑶的心结渐渐解开，她开始相信，真正的爱情应该是相互尊重、共同成长的过程，而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控制和伤害。半年后的一个周末，林医师带小瑶去了阳明山。那天阳光明媚，山上的樱花正盛开，美不胜收。他们漫步在樱花树下，林医师突然停下脚步，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小盒子。小瑶，这半年来，我一直在等待你的心门再次打开。现在，我想再次正式地问你，愿意成为我的女朋友吗？小瑶看着眼前这个温柔而坚定的男人，内心的最后一丝顾虑也烟消云散。我愿意。他毫不犹豫地回答。林医师笑着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枚精致的樱花戒指。这不是求婚戒指，而是我对你的承诺。我会用我的真心和行动，慢慢治愈你过去的伤痛，直到你彻底相信爱情的美好。小瑶感动得热泪盈眶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明白了林医师当初在医院说的那句话的真正含义。有时候我们遇到的最大伤害，其实是为了让我们遇见更好的自己，也遇见更好的爱情。小瑶和林医师的恋情正式开始后，生活仿佛注入了新的活力。林医师不仅是一个体贴的恋人，还是他生活和工作上的良师益友。在他的影响下，小瑶开始关注医疗公益事业，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，为台湾和大陆的医疗合作贡献自己的力量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每个月都会参加医疗志愿活动，去偏远地区为当地居民提供健康咨询。这种付出的感觉真的很奇妙，
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这么有价值过。小瑶在一次视频通话中兴奋地告诉我，我为她感到由衷的高兴。看来你在台湾不仅找到了爱情，还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。是啊，小瑶点点头。林医师让我明白，生活的意义不仅仅是追求个人的成功和幸福，还在于对他人、对社会的贡献。我现在觉得自己每天都很充实，不再像以前那样迷茫了。1年的台湾工作合同即将结束，小瑶面临着一个重要的选择，是回北京继续她的高薪职业，还是留在台北和林医师一起开创新的生活。丽姐，我该怎么选择？小瑶向我寻求建议。我父母希望我回北京，公司也给我开出了更高的薪资和职位，但我舍不得离开林医师，也舍不得现在这种平静而充实的生活。小瑶，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。我没有直接给他答案，想想10年后的自己，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人生？小瑶沉思许久，终于做出了决定。她向北京总部提出申请，希望能长期留在台北分部工作。虽然这意味着他要放弃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和更高的薪资，但他觉得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过着有意义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丽姐，我决定留下来。小瑶告诉我她的决定，我已经和父母沟通过了。虽然他们一开始有些失望，但在视频见过林医师几次后，他们也被他的真诚和才华所打动，开始支持我的选择。就这样，小瑶正式成为了台北的新台北人。他和林医师的感情越来越深，两人开始规划共同的未来。林医师说，等我们结婚后，他想带我去世界各地的医疗机构交流学习，同时也享受2人世界。小瑶幸福地告诉我，我们已经列了一张长长的心愿清单，准备一一实现。与此同时，小瑶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伤痛经历，她开始在网上分享自己的故事，希望能够帮助那些同样经历感情创伤的人走出阴影，重新拥抱爱情和生活。我想告诉大家，伤痛不是终点，而是新旅程的起点。如果我当初没有经历那次背叛，也不会来到台湾，不会遇见林医师，不会发现自己内心的力量和生活的新可能。小瑶在她的博客中这样写道：1年半后，在小瑶30岁生日那天，林医师正式向她求婚了。地点选在了台大医院的屋顶花园，就是小瑶当初住院时常常散步的地方。小瑶，从我们相遇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特别的人。你的坚强、勇敢和善良让我深深着迷。在过去的1年多里，看着你从伤痛中走出来，重新绽放光彩，我感到无比骄傲和幸福。林医师单膝跪地，现在我想请求你的允许，让我陪伴你走完余生的每一天。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小瑶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面对这样深情的告白，小瑶早已泪流满面。我愿意。她哽咽着回答。求婚的视频被林医师的同事们拍下来，发到网上后引起了广泛关注。许多人被这段跨越海峡的爱情所感动，纷纷送上祝福。婚礼定在了第2年的春天，地点选在阳明山上的樱花园，就是他们确定恋情的地方。小瑶的父母从北京赶来，虽然一开始对女儿远嫁有些不舍，但看到女儿幸福的笑容和林医师对她的真心呵护，也渐渐放下了顾虑。女儿，妈妈看得出来，你真的很幸福。婚礼前夜，小瑶的母亲拉着她的手说，比起你在北京的时候，现在的你更加从容，更加自信，眼睛里有光，这就是爱情和生活应该给予你的。小瑶紧紧抱住母亲，谢谢妈妈的理解和支持。是的，我现在真的很幸福，不仅因为有一个爱我的人，更因为我找到了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方式。婚礼那天，阳光明媚，樱花盛开，小瑶穿着简约而优雅的婚纱，在父亲的陪伴下，缓缓走向等待她的林医师。当2人交换戒指，许下承诺的那一刻，现场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他们之间那份真挚的爱意和对未来的期许。我林某人娶你为妻，从今以后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我都会爱你，尊重你，珍惜你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林医师深情地说，我小瑶，嫁你为夫，从今以后，无论健康还是疾病，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我都会爱你，尊重你，珍惜你，直到生命的尽头。
小瑶的声音虽然有些颤抖，但坚定无比。就这样，两人在亲友的祝福中正式成为了夫妻。婚礼虽然不如北京那些豪门婚礼那般奢华，但却充满了真情和温暖。每一个细节都体现了两人的用心和对彼此的理解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这就是小瑶的故事。一个北京高干千金，因为一次背叛而心碎，却在异乡找到了真爱。一个曾经迷失在伤痛中的女孩，因为一句话而重新站起，最终收获了比从前更加美好的人生。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遇到背叛、伤害、失落，但请相信，这些都只是暂时的。当我们勇敢面对，不被过去的阴影所困，就一定能够遇见那个更好的自己，也遇见那个真正值得我们托付终身的人。